美国民主峰会的邀请名单有些混乱，最后他能把谁恶心到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12月9号、10号这2天呢，美国张罗的那个就是全球的民主峰会就正式开锣开演了。民主这个词儿其实本来是挺好一个词儿。40年代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延安一说民主，国民党南京政府就紧张得不得了。后来呢，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的时候，也根本不谈民主，而且还抓了一批美国军官和政府官员，理由是他们在延安待得太久，成了共产党了。后来麦卡锡主义者还搞文字狱，弄得美国和纳粹德国一样，反正卓别林被逼得在美国待不下去了。结果现在呢，美国人玩舆论水平还确实是不错。然后这次开民主峰会呢，目的就是向全世界展示什么叫民主，美国认可的才叫民主。不过这个峰会邀请哪些国家、哪些机构，还有哪些人参加，美国的小格局就显得很不民主，明显动了小心思。主要是看亲疏有别，另外还要考虑点战略平衡。中国政府呢，还有主要媒体对这个民主峰会的批判，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了，这个我们不用再多谈。现在可以看看其他国家的相关评论，比如美国的卡耐基基金会，他们的网站对拜登的邀请名单呢也做了个分析。在受邀名单里边呢，77个国家算是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民主自由国家，31个呢算是半民主半自由国家，另外还有3个算是不民主国家，是拉去当反面教材的，其中呢就包含了巴基斯坦。所以巴基斯坦拒绝参加，是因为担心自己在这个峰会上被围观、被羞辱。而且巴西、印度、菲律宾、波兰这4个国家呢，算是独裁程度在提高，去了一样也是没什么好果子吃。此外，美国还要考虑跟谁关系好，跟谁关系重要。美国认为巴基斯坦、菲律宾、乌克兰都是有缺陷的国家，而且呢还普遍存在腐败现象，还滥用法律。然而呢，他们在美国的战略链条里边都是很重要的伙伴，比如菲律宾未来可以用来抗衡中国的影响，而乌克兰呢是抵御俄罗斯的模范。至于巴基斯坦，是美国在中亚的反恐前沿，虽然它不民主被指责吧，但是如果美国要搞反恐作战，巴基斯坦的帮助还真是离不开。这些国家都用得着。至于说匈牙利最近帮中国说话太多，所以欧盟国家里边只有匈牙利没有被邀请。新加坡呢对美国是非常的不配合，土耳其也一样，估计帮不上美国什么忙，所以这2个国家也不在受邀之列。而跟新加坡关系不好的周边的一些邻国，甚至是法律上直接欺压少数民族的，在美国看来倒是足够民主。中国和俄罗斯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对手，当然是最不会被美国邀请的，因为美国也很清楚，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活动改变中国，也不可能在这样的活动里边打倒中国，所以邀请中国干什么？但是利用这个峰会恶心一下中国还是可以的，所以他们要邀请台湾的某些人，而且还不敢直接邀请蔡英文，因为直接邀请蔡英文的话动作也太大了。另外呢，就是邀请了乱港分子罗冠聪去发言，去宣讲一下所谓香港民主经验，说说自己的人是如何对抗中国大陆的。在峰会上找这么一个小蛤蟆出来恶心人，那是把自己的格调整个都拉低到没法再搂了。对于美国这种操作呢，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没必要太多对攻击和谴责，而是应该去添一把火。真应该找美国还有某些有明显内部冲突的欧洲国家，找他们的媒体，我们花点钱让他们多报道一下罗冠聪。既然美国要他讲经说法，那我们可以提醒一下这些国家的民众，学习一下香港那些暴乱分子，比如怎么面对催泪弹，雨伞怎么用，脸盆怎么用，面对警察照片怎么拍，应该怎么黑政府，这些个香港的民主精神不在那些民主国家发扬光大，这峰会不就白开了吗？如果说罗冠聪的相关的演讲能把这些经验传播到各个民主国家，这些民主国家的民主活动肯定也需要各种器材嘛，比如雨伞、脸盆、防毒面具，不管他们需要什么颜色，要刷什么口号，反正我们有义务这些东西都管够。好，关于美国式民主还有这个民主峰会最后能坑了谁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明天再说。